一位神秘的老人给这户主人家说，他家门前这块土的大石头堆起来不好看，必须要找个挖机来把它全部挖平，这样的话以后就会顺风又顺水。今天一户主人家找到我，让我用挖机来帮他平一块场地。到了这块场地之后，咱们就直接把挖机先开下板车，然后再把挖机停下去，问一下这户主人家他家今天要干什么活。因为这个活我也没有到现场来看，这个大哥在电话里面直接给我说，把挖机拖过来干就行了。和主人家大概沟通了一下之后，大概了解了一下他的要求。首先要把这块土里面的这些好泥巴全部给它挖起来，挖来扔到一边，等一下把上面的那些凸起的石头给它全部打平，然后他再用小货车转一些渣石、渣土来把它垫到下面，这些好泥再给它铺到上面。那么这个活的要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就好奇地问了一下这户主人家，为什么要去把这块土给它全部搞平呢？还要把上面凸起的石头全部给它打掉。这个主人家的女婿就跟我闲聊了几句。那位大哥告诉我说，有一位老人家大概给他看了一下，他家门前的这些堆起来的石头，高的高，低的低，挡住了视线，也挡住了那个你们懂的，这个就不好说，大概的意思你们应该也懂。这个门前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挡住了他家门口，所以说必须把这块场地全部给他挖平。这样说来的话，我还得感谢那位老人家，要是没有他，那么这个活这个主人家就不会找挖机来干，那么这里就不会有挖机干的活。好了，我们还是先回归主题，先把这些能挖动的石头全部给它挖松，给它清理出来，这些旁边的树丫枝也全部给它挖掉，把这些树丫枝还有这些树根全部给它挖来，堆到一边。像这棵大的梧桐树也不要，直接用挖机给它把它挖断，然后的话再给它拍碎。等这个树干了之后啊，这个主人家拿来当柴烧，把场地上的能挖动的石头还有泥巴、树丫子全部都清理干净了之后，这个主人家的女婿就跟着我一起换破碎头。这户主人家的女婿看样子也非常的专业，和他聊了一下天之后才知道，在7、8年前，这个主人家的女婿他曾经也是一名挖掘机驾驶员，以前也是开了8、9年的挖机，怪不得我说他这么熟练。这位大哥人也是非常的热心，非常的好，看到我在这里换破碎锤，他就拿着大锤来帮我敲。大哥说的一句话让我感动了，他说这种粗活让我来，你上去操作挖机就可以了。想到这一点，真的好想招个徒弟来帮我抡大锤，因为好久都没有出过力气了，在家里面养了1个月的小挖机，感觉每天都非常的累。挖机又要接活干啊，自己又要拍摄视频，又要剪辑视频，还要给挖机加油打黄油，换破碎锤啊。其实每天的工作真的特别的多，自己感觉也非常的累。像这样的情况，你们说我是不是应该找个小跟班，跟着我一起来干？这样的话会轻松很多。破碎锤换好了之后，咱们就开始打破碎，把这些凸起来的石头全部都给它打掉。在我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这个主人家大哥叫了几个人来，准备把这棵树给它放倒。大家可能很好奇，为什么不直接用挖机来给它推倒就行了？因为这棵树它是从石头缝里面长起来的，我之前用挖斗使劲的推，怎么样都推不倒，再加上这旁边又有电线，只能往另外一个方向推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所以这个主人家叫了几个师傅来找个锯子，我用挖机顶一下他们，再用几根绳子一拉，这样的话会安全许多。树推倒了之后，结果我发现我的这个挖机居然漏起了液压油。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在想，我的个妈呀，这个新挖机怎么可能漏液压油呢？原来是安装那个破碎管路的时候，那个脚踏板的那根管子没有拧紧，结果导致漏了1桶液压油，又损失了几百块钱。打了几个小时的破碎锤，终于把这些石头全部都给它打完了。石头全部破碎完了之后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电话里面叫我去看一个活，我临时要离开一会。突然间想起来，这个主人家的女婿也会开挖机，所以我就叫这位大哥，他自己开着挖机去到处帮我，先去把活干了再回来。我把活干好了之后回来，
这个大哥呢，他把这个场地大概也清理的差不多。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大哥的水平怎么样。他说他已经7、8年没有开挖机了，但是我看他这个样子也是非常的熟练。即使7、8年没有开挖机，但是我看这位大哥上挖机没有摸到好一会，就还是挖得很熟练。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，这个大哥他是开的是左右旋转的，我这个挖机是前后旋转的，他都能把这个挖机开得那么熟练，可想而知，这位大哥在当年也是一位妥妥的老司机。看大哥挖了一会，然后我就准备上去自己开，顺便采访一下大哥。大哥，辛苦了，来，好，感谢曹老板的烟了。怎么样，开机？我开可以，很好。你不是说你开的正手了吗？正手嘛，反正是有点降了嘛。还是老师傅8年没有开了？ 8年没开。啊，曾经开了8、9年，8年没开挖机，现在开货车啊。主人家的女婿。曹老板发根烟就行了啊，你起码要把带班份开一下。要开点带班费啊？必须开带班份。哦，没问题，到时候给你少点。好了，和这位大哥简单聊了几句之后，我就开始清理这个泥土。这个泥土呢，就是主人家的女婿开大货车，一车一车的拉过来的。你们看这个主人家的女婿开货车的技术怎么样？是不是非常的牛？7、8年前他没有选择开挖掘机了之后，就自己在家里面养这个小货车。这位大哥跟我说，他7、8年的时间，这种小货车他都已经开了3、4个了。我觉得这位大哥的选择还是非常的明确。转行不开挖掘机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，因为开挖掘机的话，现在也非常的难。如果他现在还在开挖掘机，那么本地真的是非常的难找到活，也只有跑到外地去给别人开挖机，那就是背井离乡，也不能时时陪在老婆小孩的身旁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自己选择在家，自己养一个小挖机的原因，能够在家有一个事情做，起码的话不会被别人说一天在家里面无所事事。还有一点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能够陪伴自己的家人。我这台新挖掘机买回来也快1个月的时间了，有很多兄弟都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，就是现在这个行情，我怎么敢买挖机的？买了挖机会不会担心没活做？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你有了挖机，你肯定就会有活，有活找你的时候，你去帮人家干好，把口碑，把这个人品事情做好，那么你的活应该就会越来越多。当然了，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。还有一点就是很多朋友建议我，在农村的话，可能搞一个小挖掘机还是不是很合适，给我说要让我搞一个大一点的挖机，让我大小搭配着干活，这样的话有小活小挖机去干，稍微大一点的活也不至于丢掉。大家的这个建议我也想了很久，确实在老家的话，我这个小挖机只能干一些小活，像大一点的活，人家都会找大一点的挖掘机去干。所以最近一直在考虑，要不要再给自己再添一台挖机，添一台稍微大一点的，比如说像什么150啊、135这样的挖机。这2天的话，这个问题也时刻困扰了我很久。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，可以帮我提一下，我都会认真的看的。毕竟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多听听别人的建议，说不定自己的路会越走越宽，越走越好。你们觉得我有没有必要再添置一个150或者135的挖掘机呢？这个活干到这里就差不多接近了尾声。咱们再来看看，这是这个主人家，他家这块土开挖前的样子，现在的话是这块土挖好之后的样子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更新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与点赞。